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赵怡翔议员、陈世勋议员、黄伟汉先生、赖士葆委员、陈以信委员、张思刚议员。好，那么川普就职演说，中间当然是美国优先了啊 ，American First 啊。那另外呢，他说要告别衰退，迎向他来了，黄金年代来了啊。那另外呢，这个《时代》杂志公开他的封面用他的就职做封面，他一手把拜登时候的文件一扫而光哦，然后呢，我来了哦，我是这个突破挑战啊，然后呢，我是带来黄金时代啊。那第一天他就把拜登的78套行政命令通通撤销。哦，拜登这是一朝天子，这个一朝臣啊！公务员都给我回办公室，什么远距，什么在家上班，什么没有这种事情，领我的薪水到办公室来哦，不准在家里，通通回办公室哦。那另外呢，这个他一直签，第一天就签行政命令，他不签到手段不罢休。我脑筋太多事情在我脑筋，一定要一个签一支签啊。那另外呢？他宣布南部边境，南部了就是德州了啊，Arizona 这些南部边境的进行国家紧急状态，而且要派军队消灭犯罪的网络。哦，你们什么贩毒在那边搞这些都派军队去把你们镇压啊！而且呢，这地方呢，那个其他的墨西哥什么都不要想进美国啊。他把那个 APP， 以前拜登的时候，民主党就对移民很宽容，就认为移民将来都他的票了啊，因为美国过10年也许大赦一次了啊，那这些将来都民主党的票。那他就说呢，这个 APP 是说你在国外就可以申请，在 APP 上申请，不用人到美国来申请，然后你就排好，然后这些人将来可以到美国这个什么 interview 啦等等这些，通通删掉。哦，连已经登记好、已经排好的，将来可以这个按顺序到美国来，也都删掉，通通不算数。哦，拜登的我通通不承认。那另外呢，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他双退，退 WHO， 退巴黎气候协定。巴黎气候协定就谈地球暖化什么，他认为那个暖化是骗人的，根本不相信这一套。哦，什么电动车啦，什么绿煤风电，通通不重要，我就要开发石油。开发天然气，我地底下就是黄金，我卖到全世界去，让美国增加财富。所以呢，第二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上次他就要退哦，这次又要退哦。那另外呢，也退出 WHO。上次说要退，结果呢，因为他要1年的时间才能真的退成了。他的讲法就是说 ，WHO 出最多钱就是我，然后怎么都不听我的呢？好了，那现在台湾的问题来了。那我们美国一直要支持我们成为观察员，美国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那现在美国都退了，那将来怎么办呢？看起来中共影响力越来越大，在那里啊。哦，那到时候我们还进得去吗？卫福部说目标不变，哦，要跟外交部讨论了哈。而且它终止多元性别，在美国只有男人跟女人，没有什么跨性别，没有这个东西。哇，这很强烈哈。因为美国最近这种，尤其民主党对这种多元啊、跨性别啊，是非常的重视，拨了很多钱来支持啊，统统没有了，就是男人跟女人啊。那另外呢，这个他演说的要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利坚湾，要把巴拿马运河收回来啊，然后呢，要成立一个税务机构专门对外要抽税了等等等等反正呢，就是说他真的是一来就。把他过去4年，第一任没做完的，每天在想的通通想，他通通这个执行了，特赦1500个这个当时袭击国会的这些暴徒，最重判22年的，判22年他就把他撤了，今天晚上最好就撤然后呢，受害者因为100多个警察受伤4个警察死掉，在当时那个暴动中去打国会。家属非常生气尤其裴洛西说：“你简直是侮辱司法嘛！”我们看一下。
川普在就职现场第一资本体育馆里面直接坐下来，猛签行政命令，一份签完秀给观众，换一支笔再签一份，当中还包括这一份重磅行政命令。The next item here is the withdrawal from the Paris Climate Treaty. 事实上，川普第一任期就退出过巴黎气候协定，拜登上任重新加入，这回川普签行政命令再次退出。But I'm immediately withdrawing from the unfair, one-sided Paris Climate Accord ripoff. 除了巴黎气候协定，其他行政命令还包括撤销拜登任内78个行政命令，总共8份，都是川普就职日当天首批签署的行政命令。别以为川普签名已经结束，离开体育馆回到白宫后，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坐下来，桌上都是一叠一叠资料夹，通通都是行政命令，等着川普今天签完。首先是这一份。Approximately 1,500 for a pardon. 2021国会暴动案上千人被定罪，几乎全部都被特赦。除外，川普还签署退出 WHO， 在美墨边境发布国家紧急状态。美国 TikTok 禁令延后75天执行，还有限制美国出生公民权等等一连串重大行政命令。Mr. President, what was it like walking into the Oval Office this evening? Oh, what a great feeling. One of the better feelings I've ever had. 川普人事案也火速进行中，美国参议院今天投票，全数通过卢比欧出任国务卿。川普在第一年4年任期行政命令还签了200个，他这一天就搞掉100个，所以你知道这个跟第一任有多大的差别。不过刚刚老沈一面看一面羡慕，好啊，大丈夫当如是啊。我是问你，你又把它栽赃过来了，我是不会。川普那个位置给我坐，我也不要的，因为我不认同这个人的主流价值，他的核心价值，还有他道德观念，我说你不认同的。不过他今天，你看他意兴风发，走路有风，两个人有风来，讲要跳舞起来。另外，他签那个行政命令，签了一个一个别弹了给台下的支持者。这玩意也刚刚哦，他不但是说今天是美国黄金时代的开始。也是他一生78岁黄金的巅峰。你还个会付啊？你40岁还没来，我是没付啊！你知道，我过头啊！哦，所以开创历史啊！不是啊，但是你可以，你不得不佩服美国总统权力之大加威风。为什么呢？因为他两院参众两院都是他掌握了嘛。哦，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在他的前面。有一点，我是认为我们必须要参考的，就是说。他们在竞选的时候，很多争议的议题啊，大家都讲清楚，所以谁赢了，谁的主张算。连政见你在那边啊，我讲了啦，我要合适还是不要合适？你选前讲好，你赢了要还是不要，就照做。而且你不做还有问题。对，不要一天到晚开公听会，没完没了的公听会，处理得掉什么事情没？你看板桥的殡仪馆能够处理得了吗？我们就是被公听会害死。因为什么要开公听会？就是没有办法解决才开公听会，开了公听会更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呢，我觉得川普很多地方，比如说你讲 WHO， 他为什么要退出呢？因为没有美国啊，这个 WHO 的这个财政没有办法支撑。但是 WHO 是跟这个联合国大会一样，不是安理会啊，是每一个人都一票，每个人一票。那这个非洲的票最多了哦，所以老共带领之下的人的票最多，你不能投票，你一投票，老美一定输。川普头壳最简单的，做生意人哪有讲开钱咧，互算钞票的，对不对？我若给你表过来，拢老共的退下啊，我退出来又怎么样呢？在川普的价值观念里头，只要我美国不得瘟疫啊，没死人，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的状况关我屁事啊！我才不理对不对？所以呢，你每次投票我都输你啊！这个事情老子不干了。所以这也给他中个单。但是呢，我虽然不喜欢他，甚至讨厌他，但是我认为我喜欢哈。今天葛莱仪终于同意我的看法。我觉得川普要跟老共打交道，我觉得台湾就安了。你看，他这个两大，你们找到核心矛盾点嘛？一个说台湾是以你谋独，好啦，是因为以你谋独，所以我才来武吓。那说
台湾没有啊，但是你怎么卖军购？所以军购跟武赫是核心的矛盾点，叫他们两个谈，那我们就躲在旁边，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做川普喜欢的事情。什么是川普喜欢的事情？川普要把我们的这个军购或者国防的费用提高到5%、6%、7%、8%，这个违背了你们两个的核心矛盾。我觉得应该讲，你军购下来，你武赫下来，那我要怎么办？我们就把最近对美出超越来越多了因为我们跟老共的贸易越来越差，这些多出来的钱拨个3%、4%，专款专用，看是要减免对美贸易的关税，或者是专款补贴对美采购。我跟你讲，你这换成金额，起啊个啥可以欢喜？川普讲别来，这赌没事赌然后呢，我们就很客气的说，老美，请你开个单子，你有什么好东西，只要我们台湾人民喜欢，我们照买，再贵我们也买，我们补贴。我告诉你，主持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补贴买东西的，只有补贴卖东西，没有补贴买东西。这个消息一出去啊，我保证《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通通头版头条。以前萧万长不是带驻美采购到美采购团就是这个东西吗？这不一样，量可能不限农产品不限农产品。来，怡翔，你这驻过美，你怎么看？其实现在还有啊，现在还是有这个农业采购团，我知道。但是其实到了，果然是到了啊。提到这个主意是值得大家思考，但是你知道，我们最近你赞成还是不赞成的？我觉得有点问号啊。那问号是什么？我们去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450多亿啊，我知道。你450多亿，你要买多少东西才买得到这个所谓的贸易顺差逆差平衡？3%、4%了，3%、4%也很难也很难。但我觉得概念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川普现在是非常厉害，你知道，他是在星期天晚上就已经开始造势了Capital One Arena 就是这个就之前的晚上，他就有一个晚会了。对，华府的大球场里面2万多个人已经回去，然后就隔天因为早上的时候到这个国会山庄里面去就职仪式，这也是我们韩国瑜院长参与的部分嘛，对不对？之后又搭车子又回到Capital One Arena， 没有，他那是圆形大厅。我说的是国会山庄，所以都在国会山庄里面，但他是不在现场，他在外面看。圆形的旁边另外有一他有旁边一个贵宾室了，看转播了。游客中心，因为一进去的那个大的，因为它游客中心其实是翻修过，我去过，所以里面贵宾室很多在游客中心里面。那个因为它的这个圆顶这个广场下面，其实人数有限嘛，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场其实包括多数都是美国的参众议员啊等等，所以部分的外宾确实是安排在贵宾室里面。所以这很贵。就他结束之后又回到 Capital One Arena， 又继续办这个造势，而且我觉得我们台湾政治其实可以学习一点。他非常会做什么呢？非常有群众魅力之外呢，把行政命令拉去这个所谓的大球场里面，整个把总统的桌子拉过去，然后在那边签，然后一边签一边念，说我签了什么，大家看了就很嗨嘛。所以我说，我们台湾政治人有时候学会行销政策、行销政见，这是一个重要一堂课。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里面有几个这个签署行政命令争议不太大，但有一些争议确实有了，包括特赦这个1500到1600名这个所谓当时在1月6号的这个2021年1月6号的国会发生这个冲突的一些相关的暴徒或者一些抗议民众，你知道这里面其实包括到刚赵大哥提到的。其实有被控告说去谋杀警察，跟警察打架了，跟警察去用那个什么喷那个粉末导致那个警察非常痛苦。所以这些人既然被特赦，其实原本是连他自己的副总统都说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比较具有争议。但另外一个，我觉得在美国反而变成比较没有争议是什么？他去封锁了这个所谓的美墨针对非法移民跟这个难民这是相关申请。但你知道吗？从中有一个细节，这细节就是什么？他宣告了一个 national emergency 就是这个所谓的国家的这个紧急命令。那为什么宣告这件事情呢？因为它可以开放动用美国的军队直接去驻点，甚至于去处理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因为美国其实过去有法令限制，说美国的军队是不能作为国内执法用途，除非什么？除非有紧急命令。所以紧急命令宣布了之后，他就开放这个美国直接派遣军队到美墨边界，在做美国国内的这些所谓的移民相关的议题。所以我觉得川普是有计划性的，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这一次跟上一次2017年真是大不同啊！这一次你看，好像第一天就做出准备了，
照刚才提到，过去4年签了200个行政命令，第一天川普整桌全部都是，就签了100个，所以可以看得出，接下来这4年应该会相当的精彩。好吧，反正啊，这个他有2个紧急命令了啊，一个叫做南部的那个边界，一个说经济，美国也遇到紧急状况了，所以要成立什么对外收关税的这个局了哈，关税局。所以呢，对川普来讲，他干什么？如果不行，我就是发布紧急命令。这个有紧急命令，通常我们紧急命令是全国的，它不是，它局部的，这边啊，所以这也是他的招了。休息了再回来。好，那么他在演说里面说呢，要把巴拿马运河拿回来。哦，不是给中国，他说中国现在控制巴拿马运河，墨西哥湾要改成美洲湾啊。那墨西哥湾呢，说要改成 Gulf of America 哦，因为现在叫 Gulf of Mexico 哦。那另外呢，这个巴拿马运河，他说当时啊，在建造巴拿马运河的时候，死了38000人，38000人里面多少是美国人？我相信大部分是当地人了啊。那运河呢？这个被当成愚蠢的礼物，哦，然后呢送给别人，还被糟蹋对待，送给了巴拿马。我们美国现在还付这么多钱，经过巴拿马运河。当时是巴拿马跟美国共管，后来当时克林顿时代，1999年，克林他有什么原因呢？哦，就送给巴拿马。我想克林顿也不会那么白送啊，一定当时有什么一个背景啊。那所以呢，他说巴拿马没有实现对美国的承诺。当时他有跟美国人讲，你比较方便啊，你的运费比较低啊，等等，违反当时的这个交易的目的跟精神哦。而且呢，美国船只被超收费用，所以呢，我们没有被公平对待，连美国海军军舰都被敲竹杠哦。特别是中国主导了运河的营运哦，所以呢，我们要拿回来，巴拿马拿回来哦。那另外呢，巴拿马总统说，怎么可以？你给我的就是我的啊。运河是巴拿马的，而且在我这里啊，永远都是我的，不给你，不还你啊。那另外很多国家，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乌克兰、巴拿马、中国大陆、伊朗，都被受到影响啊。特别是加拿大跟墨西哥这美国上下哈2个最亲密的啊 ，NAFTA 的这有关的这2个国家都被加征25%的关税啊。那中国呢说要加10%关税，但今天没讲。他今天只讲了加拿大跟墨西哥，那中国过去呢有几千亿美金的东西是被加7.5%到25%的关税已经有了，说10%可能这上面再加10%啊，但是呢今天至少客气没讲。另外呢，川普说他要将来去插旗火星，哦，上月球已经不够了啊，要到火星上去插美国旗。然后呢，马斯克就没有马斯克搞的那个什么太空公司，就说先。这有一点像希特勒敬礼那样，嗨啊，然后呢，这是很犯忌的，不可以的。那这个马斯克居然用这样的手势哦，所以引起蛮大的争议。我们看一下。在外太空为太空站安装防护设备，这样的工作维持了9个小时。去年底，中国大陆2位神舟19号的太空人刷新了美国太空漫步的纪录。美中科技战从晶片一路打到外太空，不只是太空的探勘，各种卫星部署更是2国互相角力的场域。不愿意仰赖美国的 GPS， 中国大陆发射北斗系统协助卫星导航，不只是导航用的卫星。中国大陆也在积极发射低轨卫星，大家认为这同时是在扩大影响力，尤其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外界看到低轨卫星网络的战略意义，中国大陆当然要积极发展。川普新政府内定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卡尔还没上任就紧盯中国大陆的低轨卫星，离开地球表面，美中科技战越打越火热。以前你到底怎么回事？你对外交也很了解。讲到巴拿马运河啊，正好我在剑桥做国际关系研究的时候，就是研究海运哦，研究巴拿马运河在拓宽之后带来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一次看到川普总统上任，首先我要说，川普他昨天1月20号在美国是他声望最高的一天，但是我认为再过来呢是这个美下愈况因为他第2任总统已经没有再连任的可能，所以我认为未来的状况会跟第1任的时候可以
类似哦，越来越混乱。那我现在回到巴拿马运河这个地方，其实它不是只是巴拿马运河，包含你看它第二次退出气候这个协定啊，它锁定的是北极的航线，因为北极的航线啊会缩短啊，从西欧跟美国东部到东亚市场的这个航线至少缩短1/3，从40几天变成20几天，好像。所以气候暖化，北极航线开了对它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巴拿马运河其实从刚刚我们谈到1914年美国建了以后啊，长期都是美国所控制。1977年啊，巴拿马运河条约之后，就是在1999年要归还巴拿马哦，这中间有20几年的共管。直到归还巴拿马之后啊，其实巴拿马运河过去都只有这个4500到6000 TEU 的这个标准尺货柜可以过，所以其实很小，跟苏伊士运河完全不一样。以前货柜轮不大的时候，这个影响不大，可到2000年左右，世界的货柜轮开始大了，10000 TEU、15000 TEU 都出来了以后，巴拿马运河过不去，这种洲际航线可以走这个苏伊士运河到巴拿马变成要绕这个南美洲哈，那这不行。所以巴拿马运河从2007年开始拓宽之后，到2015年的时候完工哦，那个时候巴拿马的这个拓宽完成，带来了整个航运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为什么？环球航线可以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川普他在这个战略上面他看到巴拿马运河的这个的重要性哈，所以我认为啊，他现在啊，尤其你现在看到，他说巴拿马运河一旦拓宽之后，大陆的这个跨洲际航线得利太多，于是呢，他在这巴拿马运河的前后，他有很多他的实际利益。事实上，巴拿马运河里面70%的货运量都是跟美国相关的，大陆只有2成。好，所以今天这个川普的意思是觉得说这个不行，所以他未来想要再重新拿回巴拿马运河的主导权，但是现在早就已经还了，要还哪有那么容易？可是现在巴拿马运河还有一个新的计划，就是未来还要再拓宽。为什么？因为现在全球大型货柜是2万 TEU 以上，我们长荣就很多货柜已经是2万 TEU 了，所以它可以加入它巴拿马运河再拓宽的计划之后，来取得美国的一个主导权。那我回到头来就是说，川普这一次你看说他想要买格陵兰，看到北极航线，然后要扩大巴拿马，看到这个战略的意义。所以我认为他现在第2个阶段的这个川普的政权啊，他其实相当重商主义，他又保守啊，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国内这个不管是性别的议题，不管是社会议题越来越保守，国际上孤立啊，不管是 WHO 要退出，然后巴黎气候协定要退出，可是他在国内开始搞重商主义，好，这个是我看到川普在这一个任期里面一些战略的一个安排。那我们台湾在当中要更加的小心。来，我看刚刚怡现在跟大家讲的，因为川普他非常会运用他的话语权，将问题给凸显。每一题都是哦，所以就接巴拿马运河再来讲，因为我们一起去过巴拿马运河，以前我们也还跟巴拿马有邦交，常去。那中国大陆的运量使用量也很大，那现在目前是怎么样呢？他把这个问题凸显了以后，他让大家知道说这个运河是美国做的啊，因为本来是刚刚讲，已经讲苏伊士运河法国人要做，但他没做起来，美国接手做。可到了1977年的时候，讲说不行，你一定要还给巴拿马。好，我还给你。可是呢，到1999年，所以中间这个过程当中，现在比较年轻的观众朋友不知道，巴拿马运河是美国做，他把它凸显。第二个，被中国控管的，他的指控是这样，跟刚前面那一题一样啊。WHO， 我去把那个数据调出来哦。WHO。他为什么说他要退出，而且马上签了行政命令？他其实上一次2020年出现新冠肺炎之后，他就受这个所累，然后后来落选输给拜登嘛。拜登没有承接他的意志，他就继续在 WHO 嘛。美国给 WHO 的钱一年新台币都用新台币算哦，300多亿，但中国大陆一年给 WHO 20几亿台币，所以差了10几倍。我给的钱比较多，我的人比较少，而且你这个疫情期间的时候，你还对他还有他认为这个谭德赛护航中国大陆了啊。第三，影响力，你每次投票你都赢啊，非洲所有国家都支持你，所以我就不玩了。但是观众朋友你要去看哦 ，WHO 宪章里面并没有退出条款，我不知道他现在宣布要退出以后后续会变成怎么样，但他把那个问题凸显了，巴拿马也凸显了，火星也是嘛。你看他讲到火星的时候，你想要看之前甘乃迪宣布1960年说我们人类要登陆月球，过了8年以后1969年就真的阿姆斯壮就登陆了嘛。所以他今天讲这个时候会吸引全世界人注意。他今天一个演讲我们可能讨论1个礼拜讨论不完啊。旁边马斯克就在那边拍手了，因为他有他的这个星舰计划可是这也不会立刻出现，他只有4年的任期，不太可能达成。可是他一下子把所有问题凸显出来。可是其实你看到其中好多点除了对那个加拿大跟墨西哥之外，其实主要都是对中国大陆。不，基本上当然还有一个政策决定以后就会有经费嘛，比如说要上月球，那时候很多读物理的、太空的，哇不得了，奖学金都来了。后来不搞了以后都很惨了。我认识2个人的夫妻都是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博士，后来到肉摊去卖肉啊。
完全整个被所有的计划都停掉了，所以就完全像这种学这些东西的人都跟那个政府的计划有很大的关系了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